启禀大人，王朝回来了。启禀大人，胡方的兵马已经进城了。好，立刻前往州衙，将成员逮捕归案。是。大人，什么事慌慌张张的？禁军进城了。什么？好端端的禁军来干什么？不知道，衙门外全是官兵。啊？这程大人，胡指挥，你怎么把禁军带到城里来了？本座是奉了包大人之命，带兵进城替换湘军。这件事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？哼，若是让你知道，岂不是有让你有了逃脱的机会？包大人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下官听不明白。本府自会让你明白。胡指挥，末将在。州衙的衙役暂且停止后传，一概由你禁军士兵替换，派人紧守四门，在未得本府谕令之前，严禁任何人擅自进出。末将遵命。包大人，来人呐！在。脱去成员的冠带，将他押入大牢，听候审讯。是。包大人，走。包大人，走。包大人，包大人！站住！干什么呢？登州传来紧急文书，要转呈彭太师。大人，这是登州来的加急信件。哦。包拯，你欺人太甚！启奏娘娘，什么事？庞太师求见。哦，快宣。是。请。老臣庞吉叩见娘娘千岁，千岁。太师平身。谢娘娘。女儿见过爹爹。哦，免礼。爹，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呀？你们都退下。是。爹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无论如何，你要救你表哥一命啊！啊，成员。走。进去。你们两个暂且做个伴，明天等候包大人升堂审讯。哎，大人，您怎么也关进来了？我哪知道啊？那你的老小又有谁来照顾啊？你，哼，没想到你也会有今天吧？说起来都怪爹，我和包拯一向不和。当他知道成员是我的外甥以后，他就想尽办法整他。哎，可怜的是无辜的成员呐。爹，
如今成员的情形如何了？他在信函中说，包拯已经盯上他了，说不定啊会胡乱给他安上一个罪名，把他处死。他是你姑姑的独生子，是你的亲表哥，难道你见死不救吗？我在包拯眼里，既没有你爹这个当朝太师，更没有你这个庞妃娘娘。没想到啊，把你选进宫里，蒙受皇上的宠爱，结果是我们庞家家破人亡。爹，算了，爹，不为难你了。你也不要去求皇上了。程元他命中该遭此劫难，爹也无能为力。不过，爹这个当朝太师也不想当了，还是告老归隐吧，免得再牵连家里其他人。女儿啊，你要安心待在宫里，千万别再被包拯给害了啊！哎，爹回去了。爹，等一等，爹。程元虽然触犯了国法，可是他也是我的亲人呐，我也不愿见到他被处死啊。这除了求皇上，没有别的办法呀。女儿愿意试试看。皇上今天会在皇后娘娘寝宫，我见不到他。明天，最迟3、2天，或许能够求皇上颁下圣旨。到时候就来不及了。爹，就算皇上答应下旨，也需要一段时间呢。那这样，爹先去登州，能挡包拯多久就挡多久。你请到圣旨以后，就把皇上的金牌立刻送到登州啊。庄主，事情都已经办妥了，都处理掉了，都死在段武的手上，一个都没漏。段武，别不高兴，人手不够，再补嘛。啊，刁赞在。从钱庄给段武先拨50贯。是，庄主。多谢庄主。别谢我。有赏有罚，只要你们听话，别犯错。是。庄主，包大人把禁军都调进城了，一定是程元出事。我们要不要先做准备？用不着，我们只是商人。即便是程元把我们供出来，我们推说不知道。包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，他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。可是，毕竟有很多事情是明显的官商勾结呀。你可以说是官商勾结，也可以说是受官府的势力强迫。那有谁能证明呢？啊？庄主真是高明啊。不过这阵子你们要收敛点。我虽说不怕包拯，但是也没必要惹麻烦上身呐，明白吗？是。等他们离开登州，无论下一任的知州是谁，我都有办法尽快的恢复原样。我就不信这天底下有不爱钱的官儿，
汤真，门生在。成员已被收押，依照朝廷体制，你这登州通判，理当代理知州之职，待全案终结，上报朝廷之后，则会派遣新任知州，到时候你再进行交接。是。明日起，本府将会审讯成员朱刚，并逐一追查李坤涉案部分。你忙于州务即可，不必参与。州衙里头能够有什么事呢？事情可多了。首先，要从现有的官员当中挑选能够适用的人，也可以给唐大人不少帮助。至于人选方面，可以询问杜委那些退休官员，甚至可以请他们来帮忙。哎，对，他们一定能够提供不少的经验。还可以清查州衙的文书和旧案，说不定可以从中知道成员和李坤官商勾结的证据。哎，你刚来的时候，他们给你的文书账册一定有假，现在可以仔细的核对验证了。如果调仵作问话，也可以知道上任通判的死因和当时的症状。我们也可以查出他们是否和吴银散有关。哎呀，这么说起来，可做的事情可真多呀！公孙先生，你说的一点都没有错。能做的事情不但多，而且管用。大人，看来唐真真的可以当一个不错的官。真的，少爷明天开始就要代替成员管理整个登州了。只是暂代，等新任知州派来之后，我还是干我的通判。那没关系，至少这段时间除了包大人，少爷就是登州最大的官了。那又如何？只是责任变得更重罢了。少爷，这的确是好事啊！如果老爷在世的话，也一定会替少爷高兴的。我只是不敢辜负我爹对我的期望。不过这些都要感谢包大人，如果不是他的话，我只是另一个中毒而亡的登州通判。接下来呢，就要看我有多少能力了。大人，像成员那样的官僚私卖、从中图利，会判什么样的罪？在我大宋律例之中，刑罚轻重不等。依这项罪行来说，罢官去职总是免不了的。啊，就这么便宜了他？还要视情节轻重，判他个5年到10年的刑期。哦，可是他的罪行不仅如此，大人，难道你打算只办他这一项罪行吗？当然不会。若依那些退休官员所言的罪行，成员只怕是死罪难逃。这还差不多，要不然岂不是让人愤恨难消？詹姑娘，刑罚的主要目的在刑事警俗，而并非单纯的出气泄愤。若因为惩罚一个作奸犯科之人，能够让大多数的人引以为戒，那才是刑罚的真正目的，也就是所谓的刑期非刑的道理。可是除了粮食问题之外，我们还没有掌握成员其他的罪证。如果现在把他关起来，其他的罪行又怎么追查呢？提得好，这就是本府要唐真接手州衙的原因。他可以从州衙的文书案卷之中查出有用的资料，我们也可以利用审讯成员之时，挖取更多的罪行。
大人，程元跟李坤既然相互勾结，如今程元已经押在大牢，那李坤应该有所举动才对。不错，胡方的兵马守住城门，防止李坤逃出城外。我们也必须密切地监视他们的行踪，甚至于前去试探于他，来确认他的动向。如果严冬保护他逃走，守城的士兵一定挡不住他。大人，还是我去盯着他吧，盯住严冬就没问题了。那就有劳展护卫。是。大哥他就是这样，决定的事情就要马上就去。自从展护卫跟随本府办案之后，想必不如在江湖之中来得惬意啊。大哥他心甘情愿，而且也做得很好。要是换作是我就不行了。哦，展姑娘虽然经验稍显不足，却已经难能可贵了。多谢大人夸奖。你可以休息了。我在等你。等我？不错。我要知道，你是不是打算离开登州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包大人已将登州城4座城门封闭，防止你逃走。我为什么要逃跑？他抓程元是假，抓你才是真。我们又没有把柄在他手里，哼，他抓不了我。我说过，还有刁赞和段武。我也说过，他们2个人是不会出卖我的。刁赞也许不会，段武，就很难说了。那是你平时老是看他不顺眼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唐真能从无影伞底下逃出一死，那去毒之人，难道就不知道他中的是什么毒？知道又怎么样？知道无影伞之后，就可能查出段武，再加上程元的证词，你能确认构不成抓你的证据？如果你想要逃出登州，趁早决定，我还有把握把你带出去；否则，就很难说了。明日要审讯程元，你可都准备好了？都准备好了。明日必须对他用点策略，否则他不会轻易招供。是，学生明白。学生也已经知会展姑娘了。那就好。大人，可是为了如何抓到李坤的罪证而苦恼。不，虽然并不容易，
但是只要花点心思，不难查出。本府担心的是陈元。学生不明白，大人担心什么？以程元和庞太师之间的关系，恐怕一旦处置了程元，本府与庞太师之间的矛盾只会越来越深。大人是担心遭人非议，误以为大人是蓄意针对庞太师，而将程元治罪的。不，本府执法一生，向来对事不对人。若是计较人也，也不会办案至今。对本府而言，只要问心无愧，毁誉得失都无足轻重。既然如此，大人又何须顾虑呢？庞太师虽是父以女于贵，坐上太师之位，但既然同朝为官，总不能交相攻讦，那岂是朝廷之福？程元一案，只怕会雪上加霜，今后难有明日了。大人一心为国，天下皆知，想必皇上心中也都明白。皇上虽贵为一国之君，却难免也要顾及庞娘娘的颜面。大人是皇上，为了登州通判之事才被派来登州的。正因为程元和庞娘娘的关系，无人敢查办此案。倘若大人将程元治罪，无论庞娘娘的反应如何，皇上都应该力挺大人才是。倘若仍然听信庞娘娘的谗言，岂不是令人心寒？臣论君非，有悖纲常，此事不提也罢。是，学生失言了。无论如何，程元既然涉案，就该依法惩处，其他皆不足虑。即使如此，触怒了庞娘娘，而遭皇上斥责，本府也甘之。请皇上做主。爱妃，皇上。爱妃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来，快起来。快跟我说说，是谁欺负你了？皇上，是包拯，包大人。爱妃瞎说，包大人已出京数日，何来对爱妃有所不敬啊？皇上，包拯可是奉旨去了登州。是啊，是朕命他巡视海防边境的军务啊。可是他却去了登州城查程元的州政。皇上，程元乃是臣妾的表哥啊。这个朕当然知道，不过朕也命包拯顺便看看登州的州政。怎么，他找程元的麻烦了？皇上，包拯和臣妾之父庞太师素来不和，包拯去了登州城，假公济私，要将程元处斩，请皇上做主。这个包拯也太过分了。爱妃可知那程元是犯了什么样的过错，包拯非要将他处死？皇上，包拯为了报复臣妾之父，就胡乱给程元安上一个罪名。皇上，请立刻下旨去登州，救程元一命。爱妃，你先别着急，此事爱妃是如何得知？可确有此事？是太师说的。皇上，再不下旨就来不及了，臣妾跪求皇上了。好，朕答应你就是了。你快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来人，在。宣王丞相进宫。是。
决定要下旨去登州。不错，朕不能让包拯真把程远给杀了。可是，汪丞相，包拯在离京之时，你可曾按照朕的旨意交代过他？回皇上，老臣的确交代过包大人，叫他无论如何依法而行，查出登州通判一案。好，朕让他查案，他却杀人，你说朕能不下旨阻止他吗？皇上，或许那程元的确是犯下了死罪呀。不，庞太师却说他有假公济私、报复之嫌。皇上，老臣敢与性命担保，包大人绝不会假公济私、公报私仇啊！朕当然也知道，包拯绝不至如此，怎奈……皇上莫忘了，当初皇上下旨令包大人前往登州，就是因为朝中百官无人敢查，无人敢办。如今包大人查出那程元有罪，而皇上却又下旨不让他办。所谓君无戏言呐，老臣唯恐皇上会因此而失信于臣呐。汪丞相，你先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朕不是阻止包拯办案，只是那程元果真犯下了如此大罪，可以移回京城再办，也不至于急着将他处死啊。皇上，这样吧，那程元果真犯下死罪，朕绝不姑息。不过要包拯暂停执行死刑，待回京后再议。朕意已决，待朕修旨一到，你以金字牌罪速件送抵登州。老臣遵旨。跪下！包大人，下官实在是冤枉啊！本府尚未问你的罪，你又何来冤枉可言？包大人没问小人的罪，就把下官打成罪犯，下官实在是不能心服。哦，依你之言，可是要本府现在就将你问罪？依照朝廷体制，没有问罪之前，包大人，您是没有权利除去下官的朝廷官带、知州官职的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本府就传令升堂审讯。大人，可否容学生跟陈大人说几句话？说吧。是。程大人，包大人让你来厅中问话，对你来说已经是网开一面了。倘若一旦升堂问罪，请出那先斩后奏的御赐铡刀，只怕程大人当堂就得命丧在虎头铡下。别跟他说那么多了，就请大人赶快升堂吧。哎，包大人，饶命啊，包大人！程远，你怎么说？下官知错了，请大人就在厅中问话吧。下官有问必答，绝不敢隐瞒。好，本府问你，私藏官粮的究竟是你还是朱刚？是朱刚，下官并不知情啊。胡说！官府查封的民宅，分明贴着州衙加盖官房的封条，没有你的命令，谁敢用印？衙中的蒲快衙役，虽说是朱刚下令搬运粮食，然而却有多人执刃，见你前去查看，你又岂能推说不知？下官，朝廷规定，
缴粮多少，你超征又有多少，不难从州衙文书账册与农村农户缴粮记录比对查出，你又怎敢抵赖？包大人，下官知错了，下官是一时起了贪念，下官坦白认错，还请包大人从轻发落。从轻发落？哼！以本府之见，你是死罪难逃。包大人，下官纵使有罪，也罪不至死啊！超征粮食，贪赃图利，或许罪不至死，然而你却仍旧犯下必死之罪。大人，本府问你，唐真唐大人所中之毒是谁下的？这下官不知啊。徐谦徐大人又是如何死的？他是寿终正寝的，公孙先生验过尸的。当时我就已经知道，徐大人是死于无影散之毒，只是没有告诉程大人罢了。啊！还有，那前任通判陆星，以及好几位退休官员之死，恐怕你也难逃罪嫌。包大人，这个小人不知啊，这都是李坤派人干的。展姑娘，这李坤可是你曾向本府提及的钱庄庄主。是啊，这位四海钱庄的李庄主，好像和程元的关系非比寻常啊。不，小人一向是以官府身份同他往来的。不论你是以何种身份与他接触，你又怎会知晓是李坤派人下的毒？难道是你与他同谋，或者根本就是你支持下毒？不是，包大人，我实话实说，那都是因为他们妨碍了我跟李坤生意上的合作。我询问他该如何处置，是李坤自己说要毒死他们，小人实在不是主谋啊。那李坤又是派何人下毒？银沟毒坊的段武。至于私铸假钱一案，你依然难脱嫌疑。倘若被本府查出是你主使铸造，再杀害郑红等30-40条人命，程元，你万死也难赎其罪。包大人，这件事情的确跟小人无关啊。小人也怀疑是李坤他干的，所以也尝试着问过他。他如何回答？你又怎会问他？他不肯承认。不过，的确是他让小人叫郑红去见刁赞的，所以我就怀疑这件事儿与他有关。那刁赞可是四海钱庄的掌柜，就是他。程元，你的证词，本府将会作为呈堂证供，你可明白？小人明白，还请包大人从轻发落。哼，公孙先生，学生在，让他画押。是。